前情提要：上集说到，暗夜精灵以海加尔山为中心建立新的家园，慢慢的，他们迁居至灰谷附近，并建立了哨兵部队。后来，在萨特之战中，狼人德鲁伊的出现，促使马法里奥成立了塞纳里奥议会。而萨特之战后，上层精灵因使用魔法而被暗夜精灵驱逐了。书接上回，达斯雷玛逐日者带着被暗夜精灵赶出海加尔山的上层精灵们扬帆起航，从卡利姆多大陆驶离，向着大漩涡另一侧的未知土地进发。他们被放逐，主要是因为上层精灵肆无忌惮地研习魔法，但是在旧版设定里却提到了这么一件事情：达斯雷玛和他的追随者在灰谷释放了一场可怕的魔法风暴，妄图迫使暗夜精灵废除他们的法律，然后他们就被放逐了。而编年史中则没有提到这一段历史，大家当趣闻轶事就好。在这里介绍一下达斯雷玛逐日者，在之前的编年史中，我们曾多次提到过他。他出生于一个声名显赫的上层精灵贵族家庭，家族中的所有成员都曾是暗夜精灵统治者身边的王公近臣。他的家族姓氏逐日者十分古老，因为暗夜精灵的习惯在夜间活动，这与他们的前身黑暗巨魔有着密切关系。而且他们崇拜月亮女神艾卢恩。我们再看逐日者这个姓氏的意思，追逐太阳的人。这个姓氏不免让大多数暗夜精灵觉得格格不入，但是达斯雷玛的祖先选择使用这个姓氏，也正是想要表达他们在开创伟业的征途上勇于探索、打破未知、一往无前的昂扬斗志。而达斯雷玛逐日者也正在踌躇满志地续写着家族的传统。上层精灵在他的带领下，经过多年的海上漂泊后，抵达了一片新大陆。他们当初的决心终于得到了回报。你别看在游戏中从卡利姆多到东部王国只需要读个图就可以了，在那个远古年代且没有航海图，海上旅行需要几年是很正常的事情。什么？你们问他们在海上吃什么？那还用问？当然是魔法面包啊！话说回来，当他们登陆后，发现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茂密的林地与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群。而后他们经过了数月的步行后，来到了一处带有诡异白鹰之手标志的地方。大家还记得我们第3集的时候说到的提尔之陨吗？没错，居住在当地的原始人类将这片土地称作提瑞斯法。他们当初定居在这里，发誓守护提尔之墓。在漫长的岁月里，因为血肉诅咒的影响，渐渐繁衍成了原始人类。一开始，这些人类很少与上层精灵打交道，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开始给精灵讲述关于一位英勇的钢铁守护者提尔的传说。他曾在这片土地上与一个可怕的敌人同归于尽。上层精灵发现了在这片土地中蕴藏着人类所察觉不到的强大力量。这股力量的来源并非永恒之井，但是这股徘徊不散的超自然气息却让这群经验丰富的奥数研习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当中的一些精灵认为，假以时日，一定会解开其中的秘密，重新找回昔日的荣光。他们之所以会迫不及待地渴求成功，是因为放逐而离开永恒之井后，渐渐的，他们开始察觉到了衰老与疾病，而他们的皮肤也失去了紫罗兰的光泽，身材也日渐矮小。上层精灵担心这些情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恶化。在达斯雷玛的带领下，他们在此地开始了新生活。他们一度自给自足，并且与当地族群和平相处。但是在当地潜在的魔法能量中，却残留着黑暗的能量。这些暗影之力使得一些上层精灵陷入了疯狂，也使他们变得更好战。因为这份疯狂，有些精灵认为人类的居住地建立在了最强大的魔法线之上，应该将他们赶走，或者征服这些原始生物。在这里提到的暗影之力，实际上是指在提尔与扎卡基同归于尽后，在提瑞斯法领地的大地中有2股对抗的力量，这分别是提尔和扎卡基的灵魂精华。而上层精灵所感受到的强大能量，正是来源于提尔。邪恶的暗影之力则来自于他的敌人扎卡基。说句题外话，在若干年以后的洛丹伦第一孝子阿尔萨斯，他就极有可能也被这股力量所影响过。话说回来，虽然上层精灵中争论不休，但是睿智的达斯雷玛却察觉了这片土地上散发的黑暗能量。上层精灵突然变得好战，说不定就是这股力量在作祟。最终，达斯雷玛率领族人远离提瑞斯法，
从而避免遭受到更大的灾难。他准备带着族人前往北边的土地，建立新的家园。他的斥候在北方找到了一片林木繁茂且能量强大的地区，历经曲折的上层精灵决定向北进发，到那片未知的土地上一探究竟。同年，在卡利姆多大陆的暗夜精灵这边，虽然上层精灵的流放为暗夜精灵历史上的一个混乱篇章画下了句号，但泰兰德和马法里奥却依然忙于各自的职责。马法里奥与塞纳里奥议会忙于维持自然界的平衡，治愈被恶魔所污染腐化的土地。他们与翡翠梦境深处的伊瑟拉及绿龙军团联手，使被腐化的土地焕发了新生。因为需要治愈腐化，所以马法里奥及其德鲁伊有时会进入长达数十年的休眠，以睡梦的形态游历在翡翠梦境之中。而泰兰德、山蒂斯和哨兵部队则继续守卫暗夜精灵的领地。经过长久不懈的努力，最终海加尔山的森林再次拥有了无限的生机。由于森林的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林地守护者与树妖也纷纷从隐蔽的月光林地中现身。再后来，睿智的树人、行踪飘忽的精灵龙和神话般的奇美拉纷纷现身于暗夜精灵聚集地附近的森林中。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暗夜精灵将与这些神秘生物建立起紧密连接，并在必要的时候请求他们的帮助。玩过《魔兽争霸3》的同学对这些生物肯定不陌生，编年史这么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生物会成为《魔兽争霸3》中暗夜精灵族作战单位的原因。而由于马法里奥长期在梦境之中，暗夜精灵的政务与日常活动都落在了泰兰德肩膀上，而泰兰德却乐于承担这份责任。尽管他的族人渐渐变得乐观开朗，满怀希望，但他却对未来充满了忧虑。他们虽然击败了燃烧军团，但是却未能将萨格拉斯打败。泰兰德知道这位堕落泰坦必定隐藏在星辰之中，酝酿着下一次入侵计划，说不定用不了多久，他就重新集结起燃烧军团，卷土重来。泰兰德只希望到那天，他与族人能做好应对的准备。黑暗之门开启前6800年，在与茂密林地灰谷相距甚远的东部王国，达斯雷玛和上层精灵还在寻找新的家园。他们一路追随着魔法的气息，寻找着斥候们在北方发现的奥数力量交汇点。然而，这群远征的上层精灵却在途中被一场来势汹汹的暴风雪困在山隘中长达1个月之久，这使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意识到没了永恒之己，竟然变得如此脆弱。期间还出现了有人被活活饿死的惨剧。幸好他们遇到了一群在山中定居的原始人类，才让整个远征军免于全军覆灭。各位熟悉魔兽世界地图的朋友可能会问，从提维斯法林地前往北边的途中似乎并没有高山。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还在想他们是不是偏离了路线，走到了奥特兰克山脉，也就是奥山。但是仔细一想，发现现在的东西瘟疫地图北面就有许多高山，也许他们当初就是在那儿遭遇了暴风雪。在暴风雪过后，他们决定重整旗鼓，继续前进。当他们逐渐接近斥候所发现的那片土地时，疲惫的心终于感受到了希望的暖意。这里四处都是茂密的林地，脚下的土地也遍布了魔法能量之力。但他们也很快发现有另一个种族在这里安了家，那就是野蛮的阿曼尼巨魔。那么众所周知，早在艾萨拉统治时期，巨魔就对精灵恨之入骨。当得知精灵来到他们的领土后，立刻派出了奇袭部队。擅长在密林中伏击的巨魔很快就让精灵尝到了厉害。但是精灵们也并非等闲之辈，他们用魔法消灭任何胆敢来犯的阿曼尼巨魔。巨魔与精灵之间爆发了一轮接一轮的冲突，最终精灵冲破了巨魔在森林中的防线，抵达了他们要找的魔法枢纽。强大的奥数能量汇聚于这片生机勃勃的草丛中。达斯雷玛宣称，他们新的文明将在此地诞生。他当着众人的面道出了他在漫长而艰难的途中一路死守的秘密：一瓶永恒之井的井水。原来，在上层精灵将要被赶出海加尔山时，他趁看守的暗夜精灵不备，偷走了伊迪丹留下的一瓶井水。达斯雷玛说着，将井水倒进了魔法枢纽中心的一片小湖泊里。忽然，一道炫目的能量之泉照亮了艾泽拉斯的天穹。
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并纪念他勇于复兴族群的过人胆魄，上层精灵将这卓绝的力量源泉赋予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太阳井。从此，这群跟随达斯雷玛的上层精灵便一改崇拜月亮的传统，转而从烈日中汲取力量。后来，他们甚至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高等精灵。到这里，有的同学可能已经弄晕了，让我们来捋一捋暗夜精灵的分支。最初的是暗夜精灵卡多雷，达纳苏斯与众星之子，然后是暗夜精灵中的贵族，也就是上层精灵奎尔多雷，再然后是达斯雷玛领导的这一批上层精灵，现在叫做高等精灵。那么还有一句玩家所熟悉的台词：为了辛多瑞的荣耀。没错，这个辛多雷是指雪精灵，雪精灵的前身也就是高等精灵。除此之外，还有 7.0 加入的堕夜精灵夏多雷，意为夜之子；诸化精灵法多雷，意为失落之子，以及 8.0 加入了同盟种族虚空精灵朗多雷，意为虚空之子。因为后面说到了几个分支和我们现在的故事暂时没有太大关系，我们在这里先暂且不提。眼下我们先来继续关注这群高等精灵的发展。在这群精灵拥有了取之不竭的奥数源泉后，许多人将达斯雷玛视为救赎者，他们将这片全新的领地称为奎尔萨拉斯，意为高等精灵家园。他们决心打造一座历史的丰碑，让对岸的暗夜精灵黯然失色。但在此之前，高等精灵眼下有一个大麻烦，阿曼尼巨魔可不答应精灵将新帝国建立在古老且神圣的阿曼尼遗迹之上。于是巨魔派出了10倍于高等精灵的军队，决意将这群入侵者赶出这片圣地。高等精灵则凭借太阳井的力量，勉强抵挡住了巨魔的攻势。在面对阿曼尼氏族凶残的攻势下，使得达斯雷玛亲自领导了几乎每一场战斗。渐渐，精灵们以无数人的牺牲为代价，刻画出了王国的疆域，保卫了他们全新的家园。高等精灵们因为上古之战的前车之鉴，担心滥用奥数魔法会再次将燃烧军团引到艾泽拉斯。为此，达斯雷玛指派他最强大的奥术师来设法应对。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们在王国边境线上树立起了一系列符文石。这道结界被称为班蒂诺雷尔，这是高等精灵语守门人的意思。有了这道结界，便不会有人对精灵们使用奥数魔法的行为有所察觉了，同时也让迷信的阿曼尼巨魔退避不及。巨魔们最终撤回了自己的神庙城市祖阿曼。后来他们改变了进攻策略，对魔法结界外的精灵展开伏击，而精灵那边也很快就建立了一支由高等精灵游侠所组成的队伍，以应对这一威胁。在奎尔萨拉斯的边境内，文明正在蓬勃发展，不再惧怕使用魔法的高等精灵创造出了各种奥数奇观，甚至使他们的领地沐浴在永恒的春色之中。族人就再也无需面对征途中遇到的那般残酷严冬了。而他们的都城银月城则成为了纪念精灵古老帝国的璀璨丰碑。在新的帝国建立以后，达斯雷玛出任了第一任国王，他的后世子嗣继承了这个和平繁荣的王国。但是当他的重孙安娜斯特里亚登上王位后，这个辉煌的时代便走到了尽头。在他的统治时期，他的族人将再次面对来犯的巨魔。而就在奎尔萨拉斯繁荣发展的同时，在北地诺森德的千年岁月中发生了2件大事。第一件发生于黑暗之门开启前6000年，大分裂发生后，除达斯雷玛所率领的上层精灵外，还有其他的上层精灵在世界各地挣扎求存。当中就有一群上层精灵在山达拉。山达拉是艾萨拉统治时期的一所少寨，这里存放着奥数生物与神器。它位于古卡利姆多北部地带。由于大分裂的发生，艾泽拉斯的主体大陆分裂成了许多碎块，这导致山达拉的上层精灵被困在严酷的北方大陆诺森德的中心。山达拉的上层精灵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由于与第2个永恒之井距离很远，他们也变得极易受到疾病的影响。这群上层精灵就不像高等精灵那样，更没有装永恒之井泉水的瓶子，他们无法创造新的力量源泉。在之后的数个世纪里，这群上层精灵游荡在月歌森林中，找寻壮大族群的方法。在这期间，上层精灵见到蓝龙军团的成员用法术净化其他生物，并从中汲取力量。蓝龙军团的举动只是源于好奇，
但山达拉的精灵却将其视为能够终止其痛苦的手段。上层精灵尝试与龙族接触沟通，但蓝龙无视了他们的请求，甚至表现出敌对的态度。蓝龙们之所以对上层精灵表现出敌对，主要还是因为上层精灵和永恒之戟间接使得蓝龙军团差点灭族。由于他们的请求被拒绝，在绝望之下，一群上层精灵前往了蓝龙军团的老巢魔书。在那里，他们成功的窃取了蓝龙的精华奥秘，但是贪婪却令他们忘记了来到此地的初衷。这些精灵从魔书中偷走了几件强大的圣物，继而触发了魔法结界，引得蓝龙军团陷入狂怒。尽管这些上层精灵侥幸逃脱，但他们明白龙族一定会发起报复。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数十条蓝龙降临山达拉，他们向这群上层精灵释放了怒火。上层精灵法师不顾一切地想要击退强敌，他们聚集在月歌森林的寒冰峭壁上，决定使用魔书中取得的知识。他们将所有法术汇集到一处，希望能将一部分的森林精化，并吸收其中的力量，以此作为歼灭巨龙的武器。然而，这个法术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上层精灵不计后果的施法，引发了一场惊天大爆炸。就连卡利姆多和东部王国的遥远地区都能看到那冲天的亮光，汹涌咆哮的能量洪流立刻净化了整片月歌森林。蓝龙军团预感到了魔法爆炸，得以在灾难发生前逃离了现场。但是森林中的其他生物就没那么幸运了，所有生灵被释放的能量撕成了碎片，而他们的灵魂却保留了下来，在这片后来被称作金戈森林的土地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着。这就是金戈森林的由来。而在旧设定中的海象人神话中却是这么记载的：蓝龙军团与黑龙军团在月歌森林中打过一场史诗般的战争。就在蓝龙军团将要败北的时候，一条资历较老的蓝龙在施法后，这个法术偶然触碰到了在这片森林中的魔法能量，结果使得整个森林都变成了现在玩家所看到的样子。上面提到的是在诺森德发生的第一件事情，而这第二件事情我们将放到下期视频。在编年史11期中，我们提到世界之树诺达希尔，下期我们将介绍另外一棵世界之树，顺便盘点一下现在艾泽拉斯上总共有哪些世界之树。本期的互动环节，在你记忆中你做过的最难的任务是哪个？为什么？你可以用弹幕或者评论的方式告诉我。好了，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记得关注并长按点赞键来实现一键3连，这对于我这个 UP 主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